肚子里的小闹钟。果果是个小男孩，他的精力像一只永动机，每天都在蹦蹦跳跳中度过。早晨，他跑着吃早餐；中午，他爬着玩滑梯；晚上，他还不忘搭积木。他总是忙得不得了，就连妈妈提醒他去厕所，他都挥挥手，等等，我正忙着呢。可是，最近果果的肚子有点不对劲，它不但会咕噜咕噜地叫，还开始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，就像里面住着一个小闹钟。这声音真奇怪。果果挠挠头，觉得肚子可能是太调皮了。一次，他正蹦得起劲，肚子突然疼了一下。他皱起眉头想，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的肚子也累了？但转眼他就又去玩了，完全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这天，果果正在玩滑梯，他正准备冲下去的时候，肚子突然一阵剧烈的绞痛，他哎呦一声，直接趴在了滑梯上。怎么回事啊？果果满头大汗，手紧紧捂着肚子。滴答滴答的声音比以前更响了，还夹杂着咚咚咚的节奏，像是肚子里有个小鼓手在打鼓。果果吓坏了，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肚皮。这一摸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的肚子上慢慢鼓起了一个小包，小包越来越大，竟然冒出了一张小脸。你好，我是臭臭闹钟，一个声音奶声奶气地说。果果瞪大眼睛，什么？你是闹钟？还住在我肚子里？小精灵翻了个小眼，没错，你老憋着臭臭，让我累得没时间休息，今天我可要好好跟你聊聊。果果盯着臭臭闹钟，满脸疑惑，憋臭臭怎么会让你累呢？臭臭闹钟叹了口气，一边揉揉他的小齿轮手，一边耐心地解释，每次你憋臭臭，我就要努力转动齿轮提醒你快去厕所，可你总是不听。臭臭们挤在你的肚子里，开始生气闹脾气，这些小家伙一生气，我的工作就更辛苦了。果果听得半信半疑，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臭臭闹钟一拍桌子，大声说，当然，如果你一直憋着，臭臭们会越来越挤，把肚子撑得又胀又疼，严重的话还会让你的身体生病。果果听得心里有点发毛，但又不想承认，那我以后再注意吧。臭臭闹钟叉着腰，严肃地说，可别只是说说哦，否则我的齿轮会坏掉，你的肚子也会罢工。果果嘴上答应的好，可一转身又把臭臭闹钟的话抛到九霄云外。我才不会让臭臭影响我玩滑梯的时间呢，他想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第二天，果果和小伙伴们在公园里玩得正起劲，突然，他的肚子像打了个结，疼得他蹲在地上直不起身。哎呦哎呦！果果的脸憋得通红，冷汗直冒，小伙伴们围了过来，果果，你怎么啦？他摇着头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能勉强挤出一句，可能我的肚子不太开心吧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滴答滴答的声音在肚子里越来越响，仿佛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闹钟。果果终于开始害怕了，他后悔自己没听臭臭闹钟的警告，可现在想去厕所，肚子却疼得根本站不起来。果果疼得快哭了，这时臭臭闹钟跳了出来，大声说道，看来只靠嘴说你是不会听的。现在我要带你看看你的肚子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说完，他挥动齿轮手，果果突然觉得眼前一阵旋转，接着他发现自己变得小小的，站在一片黏糊糊的管道中。臭臭闹钟一指前方，这就是你的肚子世界。果果顺着看去，只见一大堆臭臭排着长队，挤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，一个个愁眉苦脸地喊：我们出不去了，快放我们出去！更糟糕的是，有些臭臭已经变硬，堵在通道口，让其他臭臭越挤越紧。果果看得目瞪口呆，原来我的肚子里这么拥挤。臭臭闹钟叹了口气，如果你再不改，肚子就真的会罢工哦。果果看到肚子里的混乱场景，吓得直跺脚，我要怎么办呢？臭臭闹钟，快帮帮我！臭臭闹钟双手叉腰，严肃地说，还能怎么办？赶紧去厕所，把这些臭臭们送走。果果点点头，闭上眼睛大喊，让我回去吧，我一定改。话音刚落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公园，疼得僵硬的肚子还是不太好受。现在去厕所还来得及，臭臭闹钟在耳边提醒他。果果忍着疼痛，飞奔向公园旁边的公共厕所。当他终于放出了那些可怜的臭臭时，肚子立刻轻松了许多。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哇，这感觉真是太棒了。臭臭闹钟微笑着点点头，记住这次教训，以后一定别再憋着臭臭了。从那以后，果果再也不敢憋臭臭了。每次他玩得正开心，肚子里传来滴答滴答的声音时，他都会立刻停下手中的事情，笑着说，臭臭闹钟在提醒我，我得去厕所了。果果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健康，臭臭闹钟也终于不用再那么辛苦地转动齿轮了。一天，臭臭闹钟露出笑脸，对果果说，你现在可是我的模范小主人了，以后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，让你的肚子每天都开心工作。果果开心地点点头，放心吧，有你这么好的肚子守护者，我一定不会让臭臭再捣乱了。妈妈也夸奖果果，现在的果果真棒，肚子不疼了，玩得更开心了。果果笑得像一颗小太阳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把这个好习惯保持下去。